几天摧毁了20个俄军的重要目标，乌军开始讨论反攻了。海马斯真的改变了战局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几天，俄罗斯与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虽然没有停，但是很明显的出现了激烈程度变冷的情况。一方面，这是普京下令俄军部分主力休整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正在改变战局。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的顾问阿雷斯托维奇就高度评价了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他说，在10几天的时间内，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让20多个俄军的关键目标被有效摧毁，其中就包括弹药库、指挥所和火车站。仅在1天之内，新卡霍夫卡的俄军弹药库、赫尔松前线方向的几个俄军指挥部和沙赫乔特斯克的弹药库已经被摧毁。乌军曾在9天的时间里，在顿巴斯扎波罗热前线已经连续打掉了俄军的11个弹药库。尽管俄军在火力规模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但乌克兰方面在美国的卫星情报和乌克兰情报部门的侦察支持下，成功地摧毁了俄军的弹药库和指挥所等关键节点，实际上破坏了俄军的作战行动的连续性和节奏。乌军目前有9门 M142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车，可以在几百公里的范围内机动，而且呢，他们可以做到停车即打，不断在预设阵地补充弹药，然后呢再次提射。随着俄军战线的前进，其弹药库的位置也在前移，俄军往往要耗费10多天的时间才能填满一个弹药库，而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上去就给它摧毁了。曾主导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的斯特列尔科夫认为，在战场上，俄军有些部队打了胜仗以后就麻痹大意，在选择弹药库地点的时候比较随意，这也是造成俄军弹药库被连续摧毁的原因之一。俄军现在在战场上的火炮具有数量优势，而乌克兰方面则拥有质量优势和信息优势。这种力量的变化开始提振了乌克兰方面的信心。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俄乌冲突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他认为，俄方正遭受巨大的损失和后勤保障的困难，甚至呢已经开始暂停行动。而乌军的力量则因为西方武器的到来而不断增强。乌军真正的反攻很快就会到来了。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海马斯正在逐渐地改变战场平衡。泽连斯基日前在例行的讲话中表示，终于感觉到了西方武器起作用了。现在的问题是，海马斯火箭炮真的有能力让乌军发起反攻吗？答案仍然是没有可能。首先，乌军只要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办法实施大兵团的机动作战，也就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攻。其次，海马斯火箭炮目前的确在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这种武器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用于防守作战。虽然他们连续的打击了俄军的后勤仓库、火车站、指挥中心，但是不等于就能够改变乌军的整体退势。最后，谁也不能小看俄罗斯军队的应对能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俄罗斯可以从第1阶段作战失利中调整过来，也就可以找到应对海马斯火箭炮的新战术，特别是如何应对弹药补给仓库被袭击的情况，恐怕只需要增加安全意识、增强伪装或者分散配置，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其损失。相比于海马斯火箭炮，我们还要关注乌军是否获得了更加先进的野战中程防空系统。如果乌军获得了体系作战力量，就能够遏制俄军的制空权优势，那么俄军面临的压力就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战场态势也就会更加焦灼。俄军要想获得大胜，就变得更加困难。不过总体而言，从目前的战场态势来看，乌军距离反攻俄军仍然遥不可及。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